月24号到26号之间啊，台湾本会呢，还有新加坡分会合办了一场国际慈济志工的工作坊。那呢，有超过200位的国际青年，也有包括我们自己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菲律宾的慈青聚会一堂。9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记得当时有这个马来西亚的第一颗种子是叶慈静师姑，那还有呢一位是净莲师姐分别呢就到了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落地生根。而慈青的发展呢，也从90年代初呢，当时我们有一位制药关键的人物，叫做黄章威学长。他呢是我们在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最重要的慈青之家的推手。1998年，章威学长呢，他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这里呢设立了慈青社，慈社是精舍的社，一方面是思念静思精舍，那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说在大学的附近呢能够找一个房子来去租下来。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们无论在马来西亚的哪些地区都可以住在一起，然后呢一起勉励学习以及共修。校园的慈青社呢是以由内而外的一个化成，它除了能够结合慈青跟慈济社区的4合1服务以外，它也是迈向受证之路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之一。时间过得真快，20年、20-30年前，那一群年轻的孩子，那个时候有了因缘汇合在一起，曾经在我的面前也都是花心立愿当年的慈情现在看来呢，不只是慈情，也已经步入了中年而且呢，在承担起了慈济的米箩挑在肩膀上同时呢，还把种子呢沿途都在播种也已经一代接了一代了。看来呢都很纯真，看来呢也都很扎实所以慈济国际化，我也很感恩，要有人带才能踏上国际。那一路走，步步向前走，越走越遥远，后面的队伍还是紧接着一步一步向前，后面的也是一群一群跟得很紧期待你们的现在还要更用心，因为大家已经看见所付出的真正的对人间有帮助，因为你们都是真实路，你们都亲手布施了，还是双手紧紧的牵引的，在下一代再下一代的上来。2019年的时候，新加坡分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因缘，能够成立一个社区青年中心。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社区接引呢，我们是希望在地的这些新加坡的年轻人也可以一起来投入社区服务。青年中心创立以来，
希望用不同的方式接引年轻人，让他们培养关爱自己、关怀社会、关护地球的心态，实践上人的3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新加坡目前青年中心跟慈青也是一个相结合哦。那我们在青年中心也有一个慈青的之家，这些慈青们肩负着接引着整个社会的年轻人的责任跟使命，大家一起携手来走菩提大道。我们秉持着慈济永续的使命，培养出一批一批的青年来接班。你我同此在一个如来的大家庭，我们呢有责任为普天之下呢，在迷茫中的青年，需要你，也需要我，需要大家呢都要多关心啊。我们把他教育得好，让他呢也看见他们的面前有很多的好的模范、好的典范这对他们的为社会的方向会更正确所以不要轻视我们大家对于整个社会都有影响。就如我再怎么样我都不敢放松懈下来，我还要更谨慎的好好的要多关心，好好的把握机会，如何去付出，因为时间日子不断的挥耗过去了，我们假如没有把握它，我就看不到你们当年是年轻现在呢已经进入中年，看到你们还是那样的热情，我就相信你们对人间社会都有付出，也都是好典范。我会觉得很扎实，我的过去没有空过，才有今天呢。看到了每一位都是一粒一粒粒的种子，好树苗，看到你们已经成为大树了啦。因为你们没有放弃慈济，所以这一颗种子成为大树，开花，现在都在开花，现在都在结果。只要你们的开花的结果了，那把握因缘大地，赶快再步上去，那就成为一片片的功德林。这个林那就是最好的保护土地的。所以呢，世间需要造林，就是需要有好的种子，把这一块土地好好的布上种子啦。因为现在的总是气候变迁很担心这样的气候变迁，这个时代需要造林才能调适这个气候。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呐。虽然我年纪这么大，我也觉得我要挑起我很甘愿载重的重任呐。最近这几天，我对自己一直在打气，还是要把过去呢所种下的种子好好的收成，好好的再耕耘，好好再播种。这都是呢每一天的时间，我们都要做一个很好的农夫啦，固守好这一大片土地各位，你们才是呢青壮力量很大，不要轻视自己所以再接再厉呀。